大家好，欢迎回到 Insight Frontier。在上一期视频里，我们推导了一个核心逻辑：AI 的尽头不是算力，而是能源。当所有人都盯着科技股狂欢时，华尔街的聪明钱其实已经悄悄开始布局电网和基础设施了。所以这期视频我会先把 AI 加电力这条主线拆解成4类具体的资产，告诉你机构投资者正在买什么。然后我会公开一套我个人的底层资产筛选标准，并用具体案例手把手带你跑通这个逻辑。站在机构投资者的角度，他们不会只满足于 AI 很重要，数据中心会涨这种模糊的判断，他们要拆到资产层面。那么问题来了，哪些资产的现金流会因为这轮 AI 加数据中心的扩张而发生质的变化？提到公用事业板块，传统印象里这类公司通常有3个标签：增长慢、分红稳、波动小，似乎完全就是那些成长迅猛的科技类公司的反义词。然而，从不久前开始，这3个标签发生了细微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数据中心和电气化带来的用电需求，让部分州的电网规划从怎么稳住变成了怎么扩容。另一方面，监管环境也在跟着 AI 做调整。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2024年通过了新的长期输电规划与成本分摊规则，要求各地区把长周期用电需求纳入统一规划，而数据中心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2025年以来，美国能源部和联邦政府层面公开多次点明 AI 数据中心是未来用电增长的重要来源，并推动更快的并网输电审批。同时，国会和州监管机构也在讨论 AI 数据中心的电力成本如何在大客户和普通居民之间合理分配，这直接关系到公用事业的定价权空间。对于优质的公用事业公司来说，这打开了一个过去没有的组合：长期资本支出加相对可预期的成本回收加用电需求结构升级。简单讲，需求端不再只是居民加传统工业，而是增加了一块粘性极强、体量极大的 AI 数据中心负载。这就让一部分公用事业公司从纯防御变成了有成长溢价的类基础设施资产。代表公司就是 NextEra Energy，代码 NEE。这一类公司其实已经被市场反复提过名字了，你可以简单把它们理解成为云厂商和大模型企业提供带电的、可扩展的、合规的机房资产。它们的核心优势通常在这几块：一、历史积累下的选址加电网接入能力；二、与地方政府、监管机构、能源公司的关系网络；三、在冷却、能效管理、运维方面的规模效应。最关键的是合同结构。客户大多数信用极强的大企业，合同期限长，违约成本高，在电价上升、能耗压力加大的环境下，他们往往有能力把一部分成本通过合同条款传导出去。换句话说，他们既享受了 AI 带来的长期需求，又不像芯片那样直接暴露在技术迭代的风险里。代表的公司就是 Digital Realty，代码 DLR，以及 Equinix，代码 EQIX。在电力加数据中心的故事里，有一大批公司是做高压输电线路、变电站设备、变压器、高压开关、冷却系统、配电系统。对于这条链条，我们散户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所有的电力工程一锅端当题材炒。但从机构视角看，这类标的要分3层：一、有技术护城河、长期认证资质的关键设备供应商；二、有区域垄断或强项目管理能力的工程公司；三、纯人力密集、毛利率极低、靠低价中标的承包商。真正值得长期资本陪跑的，往往是第一类和部分第二类。第三类在需求好的时候营收暴涨，但现金流质量差，盈利高度周期化，最容易在一个周期后留下一地鸡毛。这块未来完全可以单开一期，把商业模式拆细了讲。而这部分我想提到2家公司，分别是 Quanta Services 和 Eaton，代码是 PWR 和 ETN。当数据中心用电在美国用电结构里的占比不断抬升时，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些电从哪儿来？现实是，现阶段美国大量电力供给还是燃气电站，但 AI 数据中心需求的是高可靠性加尽量低排放的长期电力合同。于是你会看到，大型科技公司和能源公司签超长期的电力购买协议，而部分公司主动去谈核电站重启，参与新的核电项目，只为了锁住未来20到30年的干净电。
对于上游能源资产来说，AI 是一个新的质量极高的大客户，这也能让部分能源公司，尤其是同时具备规模项目开发能力和清洁能源资产组合的企业，获得了超出传统电力需求之外的新增想象空间。这部分我想提到的公司是 Chemical， 代码 CCJ。讨论完华尔街正在布局的几大方向后，回到你我这种小体量的散户投资者，这条逻辑听起来宏大，落到实操上，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也太复杂了，我还是去买科技龙头吧。但请等一下，大家都知道，在淘金热里卖铲子的人是赚的最稳的，但在 AI 这场淘金热里，卖电的人其实就是那个拥有金钥匙的人。人们买科技股是赌他们能够改变世界，而投资电力及能源相关是认为无论谁改变世界，都得向你交电费。这种躺着收租的确定性，才是华尔街资金提前布局抢筹的真正原因。所以，哪怕你暂时不动手，至少先把这三层在脑子里分开：谁是故事放大的那一层？谁是默默收租的那一层？谁又是在背后承担资本支出和系统风险的那一层？如果你真的想在电力加数据中心这条线动手，肯定会问：几千只股票怎么挑出这种包租公呢？别被那些专业的财务指标吓跑，你只需要问这家公司三个最朴素的问题，只要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是 yes， 那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完美标的。第一问，你赚的是真钱还是欠条？很多公司乍一看利润表光鲜亮丽，仔细一看全是应收账款。我们要找的公司是每一块钱利润背后必须有超过1块钱的现金流进账，因为搞电网升级需要的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只有现金流好的公司才能在不管加息还是降息的周期里活得滋润，还能给你发分红。第二问，你在你的地盘上说话管用吗？我们要尽量找那些不需要跟别人打价格战的电力公司，而是那些在数据中心的核心区域，比如说弗吉尼亚州、德州、俄亥俄州等这些热点州，拥有特许经营权的公司。即使微软和谷歌再强势，想在这个地方开机房，电线也大概率只能连你家的。这就是硬资产的底气。第三问，通胀涨了，你能涨价吗？定价权也是最关键的，你要看它的合同里有没有通胀传递条款。如果因为各种原因燃料贵了，人工贵了，这笔钱能不能转嫁给下游的科技巨头？如果能，那它就是完美的抗通胀资产。同时还要刻意避开一种典型雷，这类公司通常对外宣称是电力概念公司，但实际电力相关收入占比连10%都不到，有的公司甚至电厂还停留在 PPT 阶段呢，更多的是靠其他业务，甚至只是发新闻蹭热点。这类标的短期可能涨得最猛，但从长期回报看，往往是最坑的那批。当然，我也知道很多观众朋友平时工作很忙，没时间去读几百页的英文财报，也没精力去研究各种合同和公司资料。如果你实在不想选股，但又想吃到这波 AI 能源红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赛道。华尔街其实早就已经把这些资产打包好了。如果你是稳健派，可以关注 XLU，这其实就是公用事业板块的代名词。刚才提到的 NEE 也好，其他的像杜克能源等这些巨头都在里面，买它就等于买下了美国电网的基本盘。而如果你是激进派，还有一些专门聚焦清洁能源加电网的 ETF，波动会大一些，但弹性也高。这并非投资建议，大家一定要在买入前知道自己在买什么。接下来我用上面那套逻辑来聊一个具体案例，它就是最开始提到的 NEE。NEE 的现金流之所以被华尔街称为金边债券，是因为它有一个极其特殊的双重结构。它的底座是佛罗里达电力公司，就在不久前，佛罗里达州监管机构刚刚批准了它最新的费率结算方案。这个方案锁定了未来4年的收入，允许它在这个周期内获得9.95%到11.95%的股本回报率。请注意，这是监管机构允许赚的钱。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里，这种法定印钞机般的现金流，就是他敢于连续几十年增加分红，敢于承诺未来几年股息继续增长6%到10%的底气。它不是靠赌明年电价涨不涨，而是靠法来确定回报。很多人以为 NEE 只是佛罗里达的一家电厂，错，在 AI 时代，他手里攥着一张王牌，几瓦级的园区开发能力。大家知道谷歌和 Meta 现在最头疼什么吗？
不是没有 GPU，而是找不到一块既有电又有几瓦级电力接入，还能马上开工的地方。而 NEE 做了什么事儿？就在最近，NEE 和谷歌云宣布了一个标志性的战略合作，双方要在美国开发多个几瓦级的数据中心园区。注意，是联合开发，这意味着 NEE 不再只是卖电的，它直接介入了数据中心的最上游基础设施。而另一头，NEE 和 Meta 签下了约2.5吉瓦的清洁能源合同。这2.5吉瓦拆分成了11个购电协议和2个储能协议，这些项目分散在全美各地，用来给 Meta 的数据中心供电。这些项目计划在2026年到2028年之间陆续上线并网。这意味着从明年开始，这些合同就会开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而且数据显示，NEE 旗下的新能源子公司目前已经积压了超过10吉瓦专门服务于科技和数据中心客户的合同。这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好几个中型国家的总发电量，而且他们的目标更夸张，计划到2035年建设30吉瓦的数据中心供电枢纽。这就是护城河。当其他公司还在为几百兆瓦的项目跑审批时，NEE 已经在和科技巨头批量以吉瓦为单位圈地了。刚才也提到了，定价权这点在通胀周期里至关重要。NEE 的合同里有2件防弹衣，口说无凭，我们直接看穆迪的信用评级报告原文。第一件防弹衣在佛罗里达电力公司这边，大家看我框出来的第一句，这也是这家公司真正的护城河。很多人担心佛罗里达有飓风，电网坏了是不是要赔钱？这里写的很清楚，获准回收飓风成本。这意味着风暴造成的损失最终是可以通过电费账单分摊出去的，股东的利润被保护得很好。而第二件防弹衣在数据中心这边，大家看下面的第二句，这里写着及时回收成本与投资，这在通胀周期里太关键了。不管是天然气涨价，还是为 AI 新建电网花的钱，监管层都允许他及时的把账算回来。他和 Meta、谷歌签的都是长期购电协议，这些合同往往带有通胀挂钩机制，而且对于科技巨头来说，他们为了抢市面上稀少的符合要求的清洁电力额度，根本不在乎多付一点通胀的溢价。所以，当华尔街买入 NEE 时，他们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公用事业股，而是一个用佛罗里达的垄断现金流做盾牌，去疯狂扩张 AI 数据中心地盘的超级收租人。这才是华尔街资金抢筹的底层逻辑。而因为视频时长的原因，我没有办法在一期视频里把所有的公司都详细聊一遍。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有时间，完全可以用同一套思路去看其他地区的公用事业、数据中心 REITs 和电网资产。如果只盯着新闻流，AI 这2年给人的感觉是又一轮科技牛市，模型升级，参数翻倍，应用爆发，一批公司估值暴涨，一大批人一夜暴富。而这样的故事，市场这几十年来已经看过太多遍了。但这一次，AI 带来的还有一个非常少被认真讨论的后果，就是这是第一次科技产业的主线增长如此直接、如此沉重地压在了电网和能源系统身上。这意味着科技的边界不再只是模型算法和芯片工艺的边界，而是整个社会愿意为算力升级投入多少电力基础设施、多少输电线路、多少高压变电站的边界。从投资的角度看，这背后有一个更深的哲理，那就是市场短期为能讲故事的人付钱，而长期只会为能稳稳收钱的人付利息。当 AI 的热度有一天像所有过去的风口一样慢慢退潮，那些应用层的故事可能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你回头去看，很可能发现，过去的10年里，数据中心资产在慢慢扩容，公用事业公司在一点一点抬高盈利中枢和分红，而一些被嫌弃无聊的基础设施个股，静静地走完了一段非常可观的再估值周期。也许到那个时候，你会更容易接受这样一个判断：真正的科技革命从来不是只发生在发布会和实验室里，而是悄无声息地写进了电网的脉动和数据中心的呼吸之中。好了，以上就是本系列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是否喜欢这种比较枯燥的深度投研视频呢？实话讲，这种视频我的前期准备巨大，大家看到的都已经是我精挑细选后的内容，筛选前还有大量的工作大家看不到。而且我也知道这类内容本身不太好理解，有点太枯燥太无聊了。但在我个人的投资中，深度的行业分析始终是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还是非常想把它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了解的内容，或是对我的视频有其他建议，非常欢迎大家在我的评论区告诉我。别忘了3连，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再次感谢大家来到 Insight Frontier，我们下期见。